姐姐！干嘛？你终于来了。天命呢？既然救走了你，为何不一起过来？堂堂天命神君，躲在什么地方做缩头乌龟？天命害死了谢雪晨，我不会与他同路。这一次，我是来向你投诚的。投诚？你以为本尊会信？你可以不信，但你心里很清楚，天命是上古神器，你杀不死他。若有我相辅，你便可获得助力。我现在以我自己的性命作为交换，只需要你放了仙盟所有人。就凭你，没有资格跟本尊谈条件。本尊要的是混沌之力。姐姐！若非我自愿让渡，谁也夺不走混沌之力。你这是在自寻死路。你若是杀了我，你就永远得不到混沌之力。放了仙盟所有人，我跟你回暗域。既然你如约而至，本尊便放了仙盟这帮蝼蚁。交出混沌之力！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看什么？自然是将混沌神力与魔功结合，以全圣的力量摧毁这个世间。摧毁世间，于你而言到底有何好处？好处？该是惩罚才是。这万年来，世人怕我弃我，便该付出代价。可如今的人已不是万年前的人。没什么不同，人心易变，却亦有不变。忘恩负义，自私怯懦，代代如此。是天命书篡改了你和世人的记忆。阿朱真的从未背叛过你，而你，也不是邪恶灭世的堕神。你从来都是心怀天下，为苍生付出一切的圣君昭明。这一切都是假的。何为真又何为假呀？我只知道，这万年来我被镇压于熔渊之下，日夜遭受折磨是真，被世世代代唾弃是真。在我痛苦孤寂之时，你与谢雪晨相爱也是真。我早已厌烦了所谓的正道之心，所谓的仁义拘束，甚至那缕残魄，在回归我之时，让我看到了你跟谢雪晨的相爱与回忆，都让我觉得无比的和谐。为何不信我所言？万年前的真相便是如此。或许我有办法能帮你变回万年前那样。你能不能放下一切，重新开始？重新开始？这万年来的痛苦、折磨、唾弃，皆是我一人所受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人有资格带我说出那句轻飘飘的方向，更没有人有资格替我做出决定。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没有人皇圣君昭明，也没有正道之光谢雪晨，只有我，灭世魔尊。魔尊大人，莫要动怒。其实我也想将混沌之力尽早让渡给你，但如今我体内只有一半混沌之力，我仍需留着，才能将另一半寻回。另一半在哪里？此事急不得，多和我相处一段时日，让我看到你的变化，我自然会将另一半混沌之力的所在告诉你。
我已封印了你的功法，任凭你再诡计多端，也逃不出暗域的。好好想清楚，早日说出另一半混沌之力的所在，主动让渡。本尊或许可以放你一马，否则暗域的酷刑、荣渊的折磨，你应该很清楚才是。都快证明，还是神族抛弃了人族，还有自国的破功排演，证明这是邪君，还是我们灾难的起源，是人族的罪恶之始。他都是个祸害，你为了一时私欲，糟了！大错惹怒神族，他根本就不配做我们的君主。那个赵明，他早该死了。我们快向神族请罪，求神族原谅人族，继续庇佑我们。都怪赵明违逆神族。其实肉身已破除荣渊，神魂却被残余的荣渊封印所压制，夜夜仍受荣渊酷刑。谢雪晨，拜你的玉珏禁制所赐，每当我杀戮行魔，便越会受反噬之痛。但是，你困不了我多久。这无尽的痛楚，我定会加倍复还给世间。君天，君天。连你也知谢雪晨不愿回来，好，很好。谢雪晨，明日之后，仙盟就会安定了吗？不会，那人间会变好吗？也不会。那你为什么还是要往上冲？就让他们自生自灭不好吗？在你看来，人间一团糟乱，是不是？那还用说？在这糟乱之中，你就没看到一点希望？就那么一丁点儿，算什么破希望？有那一丁点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就像当日我带你回雍血城一样。只要有那么一丁点儿希望，便不到放弃之时。谢雪晨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拼尽全力，守护好这片世界。秋明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样？我没事，我感觉像是做了一场梦一样。我好像也是。那是你们万年前的记忆。巫贤灵，谢雪晨，谢城主，傅来生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谢雪晨，你疯了是吗？秋明，还不是谢雪晨，是魔尊。如今你们的性命在他的手中，混沌之力与他们的性命，你怎么选？混沌之力我会给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我们深陷暗域，混沌之力我若给早了，岂非成了我们的催命符？万年前，万民都背叛你，但阿言和青阳没有。他们原本可以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幸福，却还是选择了返回皇宫，死于了战乱。魔尊可以无情，但我相信你不会无意。本尊正是看在他们曾为昭明而死的份上，才让他们活到了此刻。但是，你若是依旧不肯交出混沌之力，本尊不介意让他们再死一次。你干什么？既然自寻死路，那就让他们尝尝荣渊的酷刑吧。来生，秋明，没有人能在荣渊撑过3日，他们怎么受得住？那就交出。秋明，秋明，秋明。
说，没有人能在荣院活过3日，也不知道我们还能扛多久。曾经的容颜，镇压着多神，如今多神不在，这每个时辰的努力偏执，应该会少些吧？或许我们能撑得更久，说不定可以跟当初的谢水城一较高下呢。万年之前，无论是火场还是暴乱，你都抵死护我。当日我坠入时空漩涡，你毫无犹豫，舍命相随。如今在这如渊绝境，你也从未想过抛下我。我想问你，这是为什么？因为我喜欢你啊。人灵之战，有我父母的遗憾；万年之前，有阿姨和青阳的遗憾。从时空漩涡里出来，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要好好的抓住眼前爱的人。从小到大，所有人都希望我事事做到完美，只有你，屡屡在我不完美的窘迫时刻相助，还每每为救我而设限。是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被爱，什么是无条件的爱。是你让我懂得了去接受爱，也付出爱。如果这次能够度过此劫，从今往后，换我守着你，护着你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余生就仰仗高女侠了。好。魔尊狠绝，为得到混沌之力，肯定不会罢休。高秋明、傅兰生已经被困荣渊1日，再下去只怕性命不保。我得尽快想办法救出他们。听说昨夜有个雍雪城修士被尊上抓住，关进了囚室。是啊，昨夜我路过囚室，听到里面不断传来雍雪城修士的惨叫声，瘆人的很，吓得我赶紧跑了。落到尊上手里，恐怕时日不多了呀。燕童，穆玄灵，你怎么会被抓来暗狱了？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我想唤醒魔尊体内的师兄一魄。你何必自讨苦吃呢？魔尊，他可有伤你啊？他并未伤我，他得知我体内有师兄传授的真气，便将我囚禁于此。他昨夜将魔功源源不断的注入我体内游走，似乎在缓解某种疼痛。魔尊竟会有疼痛，还要利用你的身体游转功法，他究竟想要做什么？我也不知他意欲何为，但是魔功游走时，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的玉阙气息，这便是正确。我相信，师兄仍在魔尊体内，并未消融。假以时日，一定能唤醒他。仅凭玉阙气息，恐怕难下定论。我来暗狱前，向玄天门借了观心法印。自师门遭案祖父身后，师兄便精研咒法，制出观心法印，不仅能窥心魔，更能观得神魄本性。若有机会一探魔尊本性，一切便了然了。观心，或可一试。好好保护自己。妖怀，妖怀，是我。妖回呢？燕回心疼你，正给你准备吃的呢。
你使用了大量的灵力，身体可有不适啊？并无异样。你昨日表现得很好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能使用你自己的剑了。你可是领悟到了什么？我当时只知道要保护他，哪怕是没有了记忆，你心里依旧想要守护着他，这样很好。你昨日也在村人面前维护了他，倒像个师傅的样子。若非是要守护的太多，我自是想要保全他。你想要的很多，而我却只想要一个燕回。我会守护好他的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阿茶，阿云，我看看，我在后山遇见他，便把他带了回来。燕回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之前的事你都不记得了？之前之前你们走了之后，我就带着阿云住进了龙骨封印的山洞里边，靠着流火珠和龙主残留的龙气庇佑，阿云的寒症已经好很多了。那你又怎么会被黑气控制？黑气？那是什么东西？看来被黑气控制后，他就失去了意识。燕回，龙主也来了。此人是谁？为何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是阿茶，是我们在铜锣村的旧相识。龙主，燕回，龙主这是怎么了？他怎么看起来有些憨傻？他被人害了。什么？是谁敢害我的恩人？福音。福音？没有听说过呀。先解开七云的双华术吧。你是谁？陈星山凌霄。你有办法救阿云吗？天耀功法已成，可解双华术。你说阿云中的是双华术，那不是你们陈星山的法术吗？等等，这其中的误会，恐怕只有等天耀救醒七云真人才能得知了。龙主，当真能够治好阿云吗？以火驱寒是最好的治疗方式，你理当知晓。那他会痛吗？我不知道。比起疼痛，七云真人恐怕更怕一辈子痴傻下去吧。那好吧。你方才说龙骨山洞还残留龙气，天耀刚刚恢复功法，不如去那里施法更为稳妥。慢点儿。你消失的这段日子都去哪儿了？前些日子，我不小心将七云的衣衫弄破了一个小口，于是我就想着去买一些布匹和针线，我就去了村外。你还是这么细心。到了铜锣村外之后，我发现空气当中闷闷的，四周也是阴沉沉的，没有看到有卖布匹的地方，我就想，哎，七云，所以我就打算回来，可是，一转头，
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等我再醒过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你们了。我还以为我是被歹人抓去，要当做妖仆去贩卖呢。来，慢点。怎么了？这里确实有我龙气，在此施法吧。别怕，别怕，别怕。这是福音的死咒！咒术反噬，不可再解了，快住手！来不及了！阿云，阿云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被咒术反噬啊？双花术本是封印福音的死咒，现在解开双花术，便是触发福音死咒，这是破咒即死的局面。凌霄，气运真人，您清醒了。我等这一刻已经很久了。你一定要解除五行封印，救出玲珑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。这些日子，谢谢你。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，你醒醒！阿云，阿云，阿云！等等，福音死咒也是黑气。阿茶，让开！你让开！无能气是黑气。阿茶，燕回现在跟福音同为黑气之主，他或许用他的办法可以解开福音死咒，救下气运。快！快！阿云真的没事了吗？他应该是没事了。我可能是这段时间
吸食太多黑气了，怎么了？有点累，我先睡了。叶怀，既然担心，何不进去看看？你醒了？这回多亏了燕回姑娘，只是不知她为何可以吸收符音之法。她修炼了符音的功法，如今连黑气都认她为主了。竟有如此机缘！真人之前所言，救出玲珑。这件事情从何说起？这前因后果到底如何？15年前，我为查询邪修的下落，跟随飘散的黑气来到迷雾森林，误入符音石海。我在符音石海中看到了正与之缠斗的青广，我欲助青广一臂之力，便也与符音交手。多谢齐云观主，你能来此，真是苍生之幸。青广真人，这是何处？你缘何在此？来不及与你戏言了。符音以我之身，蛊惑素影屠龙，幸得玲珑赤焰重创符音，我才得以在他识海苏醒。你的剑阵困不住他的，你若能从此出去，立刻召集众玄门，打破素影封印，寻回玲珑，共御符音。找死！双花金光，凝息之气。走，找回玲珑。臭老头，你挡不住吗？老夫用性命也要封印你！双华之术虽然延缓了我身上的死咒，却也让我变得痴傻。我便留有最后一丝意念，待再见玄门宗师之时，便会寻机将真相告知。原来，师父那时候已经仙逝了，让我放燕回下山，是为了让玲珑有机会寻到护心灵。我行差踏错，但幸好这件事，燕回他做到了。阿娘，符音这该死的东西，这黑气怎么这么难吸收啊？快，先喝口水，帮帮胃。
感觉如何？青云真人，你好了呀？燕回姑娘，这是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吃坏肚子了。你吸食了太多符印的黑气，会影响身体。我可入你识海，探查一番。看看也好。这黑气竟然可以如此平静。无言柱吗？说话。他怎么样了？你并无不妥，但是你识海之中静谧如云，我见到之后心神皆震，自叹弗如。我识海之中，不就是有一些静静流淌的云云雾雾吗？难道还有什么了不得的景象？黑气乃是人心中恶念积成的智力之气，凡感染上者，无不癫狂。我心中尚有一缕，仍靠我竭力控制，而你却令无边无垠的黑气在识海之中静如云烟，实在难得。我的燕回自然是厉害的。凌霄真人，你识海之中也有黑气？燕回，你今日不……没事没事，你既然说我的识海尚且静谧，想必只是一时吸了太多符印黑气，多这一点不多，我缓缓就好了。七云真人，您在山洞中说救出玲珑，此话怎讲？玲珑乃符印天敌，当年符印占据了清广真人的身体，联合素影屠龙，就是为了消灭他在这世间唯一的天敌。当时你说伤你的另外一个人，原来是符印，又是他。符印，天耀，你想起来了？莫管我，有龙已重伤，快后临取丹。他想要我的内丹，我将丹灵合一，而后我用龙火伤了他，他没有得逞。原来如此。师父消失的那段时间，是被符印彻底的掌控了。因为玲珑之火，他暂时恢复了清醒，才将自己封印于守可斋星辰。10年前，机缘巧合，我将你带回晨星山。师父见你，便知你心有护心灵。封印你护心灵之力，是为了让你好好活下去。而后让我在守可斋星辰有任何异动前赶你下山，是为了天下大义。他是为了让天耀找到我，取回护心灵，对抗符印。可护心灵已经被我炼化了。炼化？这可如何是好？符印真正惧怕的，不是护心灵，而是玲珑。玲珑尚在，还有希望。当务之急，还是让玲珑找回自己的力量。你的身体可有找齐？还有一颗龙心。你又想起来了？龙心，
龙心在广寒门的冰原上。这一趟没有白来，陈毅说的办法真的有用，你真的想起了以前的事。既然我们知道龙心所在，那寻机取回便可。寻回龙心，可需我相助？如今我已成为黑气之主，天傲的功法也有进步，想必不难。符印还在手可摘星辰上，需要有人时刻镇守结界。确实，凌霄真人手可摘星辰，不可无人镇守。可是如今我功法尽失，明日一早我就回齐云观，借此掌门之身，召集八方仙友，共商抵御符印之事。此意甚好。天耀，可否借你玲珑火种一用？火种？我可以玲珑之火加固封印，遏制符印。可以吗？他之前教过我，所以从来铜锣村开始，你便开始计划之后的事了。我要的总是太多。多谢。是。是你的话，守住手可摘星辰的结界，一定没问题。我虽然无法彻底消灭符印，但我足以牵制它，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时间。我知道，但是你不用，什么事都是一个人。他并非一人，天下有志者，皆可攻于强敌。好，待时机成熟，我们齐聚晨星山，一举消灭符印。出来吧。阿茶，我知道，你现在已经是七元真人了。我会把一切都忘了的。过去在铜锣村的那段日子，你或许已经不想再记得了，而我也会把那段时间深藏在我的心底。这一生一世，我永远都不会再提起。只是我求求你。我求求你，你能不能不要不辞而别？我没有不辞而别。你睡得很熟，我是留了书信的。书信不算。其实你不必忘记，因为对于我来说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这些回忆都很难能可贵。不过阿茶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必须要回齐云观了。过去已经麻烦你许多，前路更是危险，所以我不能。不是，我
我就是想跟你在一起。我就想待在你身边，我可以做你的妖婆，哎，不做妖婆也没关系。我知道，你看不上我这样的妖怪，那就让我护送你回齐云观吧。自从上次在黑河边界遇到你，我一路护送你到铜锣村，眼下已是最后一程，我怎能不送？正因为是最后一程，所以前路更是凶险。阿茶，听我说，我希望你好好的。我只有跟你在一起，我在你的身边，我才会好好的呀。其实，我本来想等福音之事了结之后再来寻你。既然如此，那就一起吧。过去与未来，永不分开。阿云，阿云，等等我，来，包袱了。哎，你累不累？来，我背你吧。哎呀，不用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在前面啊有一家包子铺，那个包子可好吃了，我一次能吃10个呢。是。之前回陈星山，惹大师兄生气了。您这次回去，替我向大师兄带一声歉意，可好？歉意就不带了，等你自己回去，他一定会教训你。嗯。天耀，我走了之后，每日功课不可落下。你的识海星元已经被点亮，更加需要勤奋修炼，巩固修为才是。嗯，你确实教得不错，是个好师傅。保重。小时候，在我心里，这背影是全天下最宽厚的背影。只要有他在，什么危险都会消失。可现如今我才发现，这背影与常人并无区别，反而因为承担了太多，显得更为孤寂。他方才似乎一直在等你，唤他声师傅。先前闹得要死要活，才这么点时间，还是有些别扭。等我下次见面，这声师傅一定唤与他听。我们也要离开了，走之前，去看看奶奶吧。奶奶？
奶奶，我带阿福来看您了。天耀，向奶奶问好。奶奶，是我，阿福。天耀，阿福，阿福以后不孤单了。我们第一次喝酒，也是在这个地方。那时候，你还在为肖老太太病逝伤痛不已。后来借着酒意，你告诉了我，你被素影肢解一事。我那个时候虽然不喜欢你，但听了你的遭遇，还是很同情你。我问你，你都被肢解成了这么多块，你怎么还活着呀？你说，为了遇见你，为了遇见你。这你也想起来了？你还想起其他以前的回忆了吗？若非取不出你的护心灵，我根本就用不上你。你脸色怎么这么白啊？你哪儿不舒服啊？若能找回龙心，我会回想起更多的记忆。这是自然。可是，想起从前的记忆，真的好吗？你不想找回以前的记忆吗？为何？曾经的我屡次伤害你，还一再欺骗你。你真诚对我，而我却只有仇恨，一心只想着利用你，甚至我还对你动过杀心。你说的这些，我都知道。你都知道，你既知道，为何还留我在你身边？因为我
喜欢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怨我吗？也怨过，那个时候可怨了，巴不得把你甩掉，可就是甩不掉。但是后来知道了缘由，我便不怨了。什么缘由？对一个人的恨意吧。这不对，从前的我因为对别人的恨意而不惜伤害你，如此卑鄙的记忆，我不愿想起来。不是这个意思。燕怀，我不想回到从前那个充满仇恨的自己。天耀，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。在铜锣村的时候，萧老太疼惜你，你便把萧老太当自己的奶奶一般照顾。你还答应了她，要守护铜锣村100年的安宁。你做到了。后来，我们去到了永州城，为了解救被困的妖怪，你不顾自己的危险，也要用残破之躯对抗素影。还有我们在龙谷，素影拿小精灵的命，逼你掏出我心口的护心灵，你便在我的识海中施下了幻命咒，以命救我。你从未想过伤害任何人。绘着你的剪影，一遍又一遍。说的是我。是你，天耀。恨意并没有改变真正的你。你这儿依旧拥有赤诚之心。也许你不记得以前的你了，但我还记得。你曾经经历过痛苦、难过的日子，能让你在绝望中坚持下去的，便是这恨与不甘。我曾亲眼看见你从他人未涉足过的深渊里走出，也正是这深渊将你历练出了他人未曾拥有的坚韧。天耀，我们都需要你。纵使这颗心曾有过怨恨，若能保护你，我愿做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奶奶，承蒙您的庇佑，阿福想起了更多的事。奶奶，等一切变好时，我们再来您这喝酒。